大家好，我们来到今年的 review 的下半段，就是第二支影片cover 我今年的另外8件作品。那这些作品普遍的分布在今年的6月到12月之间所做的。那这段时间我做的比较有系统性的，当然今年度最大的一个 project 是在这一支影片最结尾会 present 的，就是大概在6月、7月、8月，我把焦点放在制作这一支SBD 俯冲轰炸机这一件事情上，然后把它制作成像影片一样的场景。这其实是纯粹是个人的嗜好，每个人对自己的模型有不同的发挥点，这是我喜欢的模仿方法。另外一个系列性的作品是在这个直升机这一段，直升机是我想了很久，可是不敢动手的。那同样的，因为延伸上半年所对于表面的那个质感的表达，所以在这个地方有所发挥。直升机系列，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这个 BMF 的 Bare Metal Finish 的这个系列，我开始开发出一个自己的表现方法，我号称叫做那个英卡的表现技法，在这个连续3架里面都有所表达。那我不浪费时间，就开始来介绍这个一系列的作品。第一件作品当然纯粹是对于双翼机的一个向往。那这个Swordfish 是从小爱玩的一个电动游戏啊，这个其实就是捡一个自己有兴趣的名词来做做看。我在这个照片里面我看到的一些景观，就包含头部的是有金属覆盖的表皮，然后表皮大概都有点撞击的痕迹。这个是我觉得我可以去模拟。另外一个是在它机身部分那个因为帆布崩出来的一条一条的模样，这个是我想模拟的部分。那机身上的模拟当然跟着套件来了就有，所以我就开始去做制作。所以机翼上半是随着套件来的，然后主要是在机身的前半段去模拟那个金属蒙皮的感觉，这是在这一件里面我画的重点。然后这个地方也都是包含帆布蒙皮，然后金属覆盖，这些是在模拟这些东西。然后紧接着下一件的话，这也是从照片里面看到的一个向往，就是 C160。我在翻找很多的这个 cargo 之后，我发现 C160 好像比 C130 做起来比较更容易表达，因为包含它的这些水质所造成的这个格状的东西，我觉得应该做起来很有意思，所以我就动手了。那这 C160 是欧洲的一个军用运输机，它已经被淘汰了，在前几年被完整的淘汰。不过做模型嘛，反正就是找哪个好表现就尝试看看。这是开始去制作，所以概略的表达了它的前景，然后你可以看到尾部的表现技法。然后这是真正就在我家后院拍的照片啊。这后面看起来像丛林，其实只是围栏。然后这个是比较一个板子在底下做背景来拍摄的，表现的就是这个格子状的一个水质所造成的影响。这个系列比较强烈，就是我看到 MH53很久了，然后它有2个主要的表现方法，一个是在它的水质就是在上面，这个阵亡我是参考，然后它的侧面因为那个承受压力的钣金的变形，这是一个参考的系列。另外一个就是它在后方，因为强化的话，它的特别强化结构在后面明显看到这个它的铆钉的这个线条，这是在后半段，所以这2个都是我想要模拟的部分。这是作品。那这一张照片明显的看得到，在后半段就是钣金强化的部分，怎么去做。然后这边微略的可以看到一些水质，这是在前端比较重水质的部分的表达。这也是整体的一张照片啊。
表现机身因为压力的变化，然后后半段是强化结构，前半段还是可以看得到水质的表现。那这个就是在户外拍摄的留下来的照片。我习惯都是用那个大概80到100的长镜头拍摄的，所以看起来这个尺寸颇巨大的，其实是很小这个模型其实拿到手上大概就是比 iPad 再长一点的 size。OK。CH34这个是其实我从小就有印象的，因为在台湾8·7水灾的时候，他曾经来台湾救灾，所以我的印象很深刻。大大的那个橘红色的鼻头，所以当然它机身上的是凹凹凸凸的并不平整，因为大片的机身，然后不管是压力，不管是碰撞，难免的凹凹凸凸的机身，这是我第一个印象。第二个的话，大概就是它的透明感就是这个地方的透明感，因为它的包含这个它的引擎是在前方然后这一段的透明感，那你看这一段冲击所造成的凹凸感，所以这个是我想学的表达的。刚开始我不做任何的不贴任何的贴纸，然后纯粹是先从质感上面，这看起来是凹凹凸凸的其实是一个平整，只有这个地方是稍微磨过，其实它是平整，纯粹是靠光线的明暗来凸显它的凹凹凸凸的感觉。所以这个是慢慢我对于所谓的不平整的表面的表达慢慢熟悉了。这个地方是磨的，其余的大部分都是通过光线的明暗来表现它的那个凹凹凸凸的感觉。然后这个地方是略有透明感，可是因为这个套件它这一块并不是完整透明的，所以只能模拟。这个地方是磨的，其余的大概都是这个地方磨出来的，其余的是通过明暗表现的感觉。这是今年第2次做 DC3 Dockers DC3，可是这一次的话，重点是直接拿过来走客运机的模型，然后想要学习这个BMF 的飞机的板块的一块一块的模样这个是在尝试上面比较针对性的尝试。所以这个是作品的结果那我当然是今年曾经做过影片来讲这一个印加技法来表达这些东西。那贴纸其实在我来说是我很不看重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要计较这个剪桥这个贴纸。这个是也是一样，把飞机做好以后放一个背景在后头的做法。这个是 B-24，我看到它有大片的钣金，然后曾经这个在2战的时候，美军也给予中国大批的，不是大批了，也是50架左右的 B-24，所以我就想借此来发挥一下。它因为它有大片的钣金，然后钣金的表面的压力所造成的凹凹凸凸，这都是我今年想要尝试学习的东西，所以我就拿来制作看看。那这个是制作到一半纯粹是靠喷漆印加技法的喷漆表达出来的这个凹凸感这个是我知道我在那个 social media 上造成不少的回响。单纯是靠色彩跟明暗可以造成这个看起来立体感。那这是一个侧面图也是一样，你看起来好像有凹凸，其实表面是平滑的，纯粹是色彩所对视觉上的蒙骗。这是对照我在参考的图片，这是在一个夕阳底下拍摄出来的。719也是从小非常熟悉的机种然后尤其看了这一个恐龙的电影，我真的更是向往，一直很想做，想了2-3年了，所以有机会的话，可是我一直找不到比较大的这个套件，所以这个套件非常小。那可是我要面对的挑战，我还是一样把一块一块做出来，所以这个是迟迟不肯动手，可是还是
尝试看看吧。所以这是1/72的一个套件，然后也是一样应用印加技法去努力的去试试看，表现成就的感觉。这个套件其实是很粗糙的所以我除了拿来做满足一个长久的梦想，其实它能够表达的非常有限。它也是一样把我找到的这种翼龙的图片跟我的模型套在一起，纯粹是好玩的心理。这是今年最后一件作品，在11月的时候尝试的。GU87很有名的当然是它的声音，可是在表达上面我当然没有能力表达的声音。我想找到几个重点，一个是它的侧面的 panel 事实上是有高低起伏的在这一块尤其明显。侧面的 panel 可能是强化的那个装甲的这个板件这个地方。另外就是因为它是俯冲轰炸机，当然是饱经折损，包含它的这个支架、它的表面，像这个上面的看到，这是这几天在 social media 上看到的照片，饱经沧桑的那个模样，所以我是想要尝试学习。另外它的机油的喷洒，这是我在学习的一块。这是我做出来的东西，机油的喷洒，然后表面的创伤感。OK， 这是侧面看起来有点，就是这个立体感是有学到了，然后这一块是过头，可是我想表达的反正 whatever，give it a try。最大的发挥其实是从上面的记忆上面表达我觉得这种使用过的使用感这个是在一开始就想追求的，在这个视角上面可以看得很清楚。同样的这个所谓的重度使用感，再通过这些视角去表达。OK， 这是 pretty much 今年下半年做的作品。当然，最后的结束，我是用前2天的一支有关 SBD 的影片来做结束。那祝大家做玩模型玩的非常的淋漓尽致，心中非常畅快。这一切祝大家美好平安，在迎接欢喜平安的2023年。谢谢，拜拜。